今天我們要來聊一個，你可能從來沒有懷疑過，但卻是我們整個社會運作的基礎的一個想法。這句話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吧？可以說是現代世界的基石，是很多人都深信不疑的一個根本原則。好，那問題來了，如果這些我們覺得理所當然的真理，其實根本不是真理，只是一個我們大家都說好要一起相信的一個很厲害的故事呢？聽起來是不是有點顛覆？沒關係，我們先跟着這個思路走下去，看看會挖出什麼驚人的東西。好，那我們就來做個實驗。我們把這份鼎鼎大名的獨立宣言放到科學的顯微鏡底下，用生物學的角度來重新檢視一遍。你看哦，獨立宣言裡面說的是創造，對吧？可是生物學的基礎是什麼？是演化。演化這個過程恰恰好強調的就是個體之間的差異，而不是所有人都被平等的創造出來。再來，宣言裡提到造物者，但如果我們純粹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，根本沒有什麼造物者在賦予我們什麼東西，存在的就只有那個我們看不見摸不着的盲目的演化過程而已。還有這個不可剝奪的權利，這個權利的概念你在大自然裡是找不到的。生物體呢，它們只有特性，而且這些特性是會隨着時間跟環境不斷改變的。所以你看，這就有趣了。當我們試着用生物學的語言來翻譯這份我們最神聖、最根本的關於平等的文本時，它竟然變成了一份在講差異的聲明，這不是很諷刺嗎？好，那問題又來了。如果連平等、權利這些我們這麼真實的價值，都只是我們想象出來的故事，那為什麼我們又這麼需要他們？甚至可以說是沒有他們不行。要找到答案啊，我們得把時間往回拉到10000年前，回到人類歷史上那場最關鍵的革命——農業革命。這件事解決了我們的吃飯問題，讓我們有了穩定的食物來源。但同時，它也帶來了一個全新的、超級棘手的問題，那就是到底要怎麼讓成千上萬，甚至是上百萬的陌生人能夠好好的待在一起，和平合作？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數字的變化，真的非常驚人。在農業時代開始之前，整個地球的人口其實非常少，但你看，農業出現之後，人口是爆炸性的成長。城市跟帝國就這樣誕生了，這也代表着成千上萬甚至上百萬彼此根本不認識的人，突然之間必須要擠在一起生活。你看，人們的生活方式也完全變了。以前的採集者活動範圍很大，比較活在當下。但變成農民之後呢，大家被綁在小小的土地上，而且腦子裡想的不再是今天，而是未來，整天都在擔心明年的收成好不好啊？會不會有乾旱？會不會有饑荒？所以問題的核心就來了，我們人類的大腦經過幾十萬年的演化，其實是為了在幾十個人的小部落裡合作而設計的。它根本就不是為了在幾百萬人的大城市、大帝國裡面運作的，所以我們突然之間就需要一本全新的使用說明書，來教我們怎麼進行大規模合作。光靠我們的生物本能是絕對不夠用的。既然生物本能派不上用場，那人類就需要新的說明書啦。接下來我們就來看2本風格完全不同，可以說是天差地遠的合作手冊，看看他們是怎麼用說故事的方式來解決完全一樣的問題。你看時間點是不是很巧？一個在西元前1776年，一個在西元1776年，相隔了整整3552年。這2份文件目的都是要組織起數百萬人，但他們背後的那個核心理念卻是完全相反的。
我們先來看《漢謨拉比法典》，它不只是一套法律條文哦，它更是一個故事。它告訴當時巴比倫帝國所有的人，這套規矩是神定下來的，是神聖不可侵犯的。而這個故事的核心目標，就是要建立一個超級穩定但階級分明的社會秩序。這個表格就解釋得非常清楚。你看，同樣一個罪行，受害者是誰，結果完全不一樣。一個人的價值完全是由他的階級還有性別來決定的。對於我們現代人來說，這當然是超級不公平的嘛。但是在當時，就是這套階級制度讓整個龐大的社會能夠運作下去。所以你看懂了嗎？不管是美國人相信的平等，還是古巴比倫人相信的階級，他們本質上都是一種由想象所建構的秩序。我們之所以會相信它，不是因為它在生物學上是客觀真實的，而是因為相信了它，我們幾百萬人才能合作。它們就像是我們人類文明背後那個看不見的程式碼，是防止整個社會崩潰瓦解絕對必要的虛構故事。好，聽到這裡，你可能會想，如果這些秩序都只是我們想象出來的故事，那為什麼我們平常都感覺不到？為什麼他們感覺這麼真實，好像天生就該如此，我們根本沒辦法擺脫？這個問題問得很好。這些想象出來的秩序之所以這麼強大，這麼牢不可破，主要有3個原因。可以說，就是這3點讓他們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最成功的故事。首先，這些故事它會被具體的、實實在在的蓋出來。比方說，個人主義，這就是一個故事。但這個故事怎麼讓你相信？透過我們住的房子。你看中世紀的城堡，大廳都是開放的。年輕的貴族從小就知道，它的價值是跟整個家族、社會綁在一起的。但我們現代的房子呢？每個小孩都有自己的房間，這就在無形中告訴你，你是一個獨立的個體。第二點是，這些故事會塑造我們內心最深層的慾望。你想想看，你為什麼會想去環遊世界？這個慾望真的是天生的嗎？其實不是，它是被浪漫主義和消費主義這2個故事給創造出來的。是這些故事告訴你，去體驗新的事物會讓你變成一個更好、更快樂的人。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點，就是這些秩序是存在於我們所有人的集體想象之中。這代表什麼？這代表你一個人是沒辦法說不完的。你不能今天早上起來突然決定錢沒有用了，或者人權是假的，這沒有用。要逃離一座由想象蓋起來的監獄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跟其他人一起去相信另一個更大、更厲害的故事。所以這就帶我們回到最後的思考了。我們今天這個時代的人，又正在努力蓋起什麼樣新的監獄高牆呢？